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之前有介绍 Home Proxy，它底层那个是 Symbox 的，也介绍过它的那个自定义，规则的话，它的那个分流。但有观众说它，以前的版本比较好用，说现在它的自定义规则分流，节点的话不够灵活。没有那个自动测速的那个分组。同时的话，一个节点的话，它是只能对应一个规则的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 YouTube 或者 OpenAI 的规则，我都想走在某一个节点的话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今天我们来讲，就不要 Home Proxy，直接在 Immortal WRT 上面运行 Symbox 啊。首先我们来到这个 Immortal WRT 的那个官网啊。这儿，我是用的2305.3。我会在一个 Mac mini 上用 UTM 安装这个，下载好的那个 QQ2啊。详细过程呢可以看那个往期视频，也有讲到这个。UTM 这里就是，磁盘这儿选刚才下好的那个 QQ2文件哈。然后网络里面这儿是设置成这个桥接。接口的话不要选自动选择，选这个，因为我这是用的有线网络，它对应的是1N0，就选1N0。嗯。因为以前讲过啊，这里就粗略的讲一下。就导入那个 QQ2以后的话，启动好那个 Immortal WRT。首先呢，进那个后台，呃，编辑设置这个 IP，设置一个局域网的 IP，不要那个与那个，嗯、其他设备冲突即可。我这里设置的是192.168.0.136。然后我们就进入 Immortal WRT 的后台吧，使用这个 SH。我们这儿可以参考那个 Symbox 的，它的教程啊，就直接安装那个 Symbox 啊，先 OPGK update 一下。我这儿可能那个 DNS 没搞对，配置一下。我们把必要的包也装一下。最后装那个 Symbox。我们这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哈。首先是修改一下这个防火墙。这儿的话就加一条那个 NAT 规则，我这儿也是用也就这么配置了。接着还要添加那个跟 Symbox 相关的一些转发的规则，就跟那个2.0相关的一些。OK。再接着是修改网络。也是增加一个相应的那个2.0，就是那个 Symbox 会创建的。OK。然后我们那个把那个网络和那个防火墙都重启一下。我们来看那个 Symbox 配置啊，这是用
别人的模板，他这儿都写好一些规则，比如说对苹果啊，对哔哩哔哩，对中国的，对谷歌的这些分流规则，他已经写好了一些。我们在 Substore 这里这个，嗯，就文件管理这里啊，添加一个，随便添加一个规则吧。然后这儿选那个本地，就把刚才那个，它这个模板文件我们导进来。OK，然后脚本这里，然后添加一个脚本操作，这要选那个链接。这儿2的话就表示那个单条订阅，1是表示那个组合订阅，我们用那个单条订阅 tab 等于2就行了。然后这个是那个订阅的名称，然后最后还把这里改一下吧，Class API 这里我改成那个0.0。OK， 保存一下。这个 bywave 是我的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机场的那个节点的那个名字，就跟这边这个对应起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里面那个内容，然后这个可以就拿到那个 Symbols 那边作为配置了。我们把这个东西下载这边啊。然后就可以跑一下来测一下。OK， 这个可能启动会比较慢一点啊，因为刚才有那么多规则，我这是刚才已经跑过，然后这就启动的比较快。然后我们把我本机的，比如说本机的那个 IP 指向这个136哈，就网关设为这个136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效果。现在的话应该说是就可以那个科学上网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刚才的那个，我们不是设了一个 Clutch 的那个控制台吗？然后这儿把这个，它这个再填进去。哎呀，代理这里，默认这个走的是这个叫 POSI，然后又选择了 Auto 这儿，看看在哪里？就是它会对那个所有节点的话自动排序，选一个那个最快的。这儿，比如说他选的那个香港的，最后的话就是相当于是默认是走这个香港的节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比如说 Cloud 吧，应该这是因为是走了香港的节点，这儿应该会提示一个区域不可用。那接下来我们配一下那个自定义域名在规则里面，我们来为那个 Cloud 的那个设置一个那个自定义规则哈，这儿还是就找到这个路由规则这里，我们挨着这个电报这儿写吧，然后不要再往下面写了，下面都是那个 CN， 还有那个非 CN 的话就是走代理。如果写在最屁股下面的话，有可能就是在这里面匹配了，然后我们的规则不会生效，因为它也是按那个顺序来的，就是上面的会优先匹配，匹配到了它就不会去匹配后面的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挨着这个电报这里，相当于后面2个是一些通用的规则，就是中国非中国的，它这个涵盖比较大，所以说把我们这个自定义规则放这里是比较合适的。这儿的话就是出站 outbound 选择那个 cloud， 然后就在下面的这个 outbound 这里，这个就可以随便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了。这刚才我已经加好了，就放这儿吧，就挨着这个什么其他的放一起就行了。然后它默认的话就选这个 US auto， 就是说是美国节点就好了。OK， 保存一下。
然后的话，我们把刚才这个下下的配置删了嘛，然后重新下载一下，然后重新跑一遍。OK，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效果，就其实归在这儿应该都可以看到。对，它这个其实也按那个顺序排的，就看这个靠这个顺序在上面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到底有没有生效，这里选的也可以选那个 US Auto，反正这儿选的 US 吧，US 这儿选的那个洛杉矶的节点。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，看一看。同步打开这个控制台看一看吧，看看这儿。正常的，这儿就是相当于说是，它是按预期的走那个，美国的节点，然后这儿也是正常的，OK。最后呢，我们那个把那个配置固定化，然后做一个那个开启动啊，就把刚才的这个配置，放到它这个 ETC 下面去，然后它这个启动脚本好像也得改一改，就按它官方这儿给的来吧。OK，然后现在就把那个确定那个新 boss 没有启动，把它启动起来。对，可能要等个几秒。然后的话就说是在那个系统，开机启动这儿，这个是也是，已经那个可以开机自启动的，也可以在这儿来控制，就是它会已经是 enable 的状态，它开机的话，那个 Symbols 就会自动启动。OK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应该都是正常的。最后说一下它的那个 Symbols 的日志啊，日志是在那个这个状态的系统日志里面，可以在这里面看那个它的那个最新的日志。就刚才在前台很好看日志，然后现在就只能在这儿来看日志了。也，然后的话，如果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还请帮忙点个关注或者点个赞啊，谢谢大家。